外卖被偷9次，我直接点了份变态辣，差点送走对方。今天我下班回家，发现自己点的外卖又被偷了，偷盗者甚至嚣张的在门口写上了"谢谢老板打赏"字样。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9次丢外卖，为了给这个偷盗者一个教训，第2天我决定点一份能把人辣到怀疑人生的外卖，避免备注被偷盗者看到。我直接给一个湘菜馆打去了电话。喂，是湘赣爆辣饭馆吗？是的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？帮我来一份爆辣猪肚、辣筋、辣椒素，怎么辣怎么来，最好是能辣到我吐火。小哥，你哪里人啊？身为最能吃辣的江西人，我都不敢这么吃，会出事的。我湖南人比你们江西人能吃辣多了，你直接录音，辣出事跟你没关系，你给我做就是了。挂断电话后，老板一脸疑惑：湖南人这么能吃辣吗？我怎么听说四川人都比湖南人能吃辣？半个小时后，我特制的外卖被送到了家门口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还是像之前一样慢悠悠的往家走。不出意外，当我到达家门口时，外卖已经不见了。第10次被偷了，我是既忧伤又高兴。但愿偷外卖的人不是个广东人。躺在床上，我沉沉睡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电话。你就是李飞宇吧？你给我儿子点的外卖都把我儿子拉到医院了，赶紧过来付医药费。我挂断电话，心中暗喜，付医药费是不可能的，去医院看个热闹倒是挺不错的。来到医院，病房里除了那个因为吃了特辣外卖躺在病床上的男孩外，还有一男一女，外加一个老人。看见我过来，老人立马就进入了状态。哎呦喂，我的老天爷啊，没法活了呀！现在的年轻人心肠怎么这么毒啊？为了一口吃的就要人命啊！我苦命的孙子啊！我则故意装作不认识他们。这位大叔，请问耳鼻科在哪里？最近老耳鸣不太能听见声音。李飞宇，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，你好狠毒啊！来的正好，去把住院费先结了吧，另外再赔偿我儿子精神损失费10万。哎呀，这可真是瞎子见钱眼睁开耳，你还真敢想！20万没有20万，我跟你没完！跟我没完？你要怎么个跟我没完法？拜托你孙子继续偷我的外卖，你能吃辣不？你这是故意伤害，我可以起诉你。你又是哪根葱？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你还敢问我是谁？原来是躺着那位的令堂啊！子不教，父母之过也。你们儿子有今天这一劫，你们得居首功。杀人犯，巧舌如滑，快赔钱，要不然你是走不掉的。请你注意措辞。首先，我点给我自己吃的外卖，怎么到了你儿子肚子里了？到底是他自己拿的，还是你们谁帮他拿的？你们比我还清楚。其次，我点的是餐馆的正常商品，合法合规。我孙子就是看那外卖放在那儿半天没人拿，以为是哪个邻居不要的，怕浪费才拿回去的。谁知道你这么黑心啊？听见没？我儿子是拿错了，不是偷。你凭什么在里面加料？你就是故意的，故意伤害。对，就是故意伤害。报警！警察呢？把这种黑心肝的人抓起来！你们可真是蛇鼠一无二，拿错了，1个月拿错10次，从麻辣烫到黄焖鸡，再到上周的精品小龙虾，您这拿错的频率和品味可真是越来越高了。今天这份鬼见愁麻辣猪肚，我就是特意加辣的，我自己爱吃辣，点份超辣的自己吃，犯法吗？你强词夺理，反正我儿现在躺在这里了，医药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你1分钱都不能少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怎么，你还敢动手打我不成？张高曹听我这么一说，压抑很久的怒意一下子就上来，直接朝我就扑了过来，我则顺势直接躺在了地上。哎呀呀，打人了！我好心来医院看望他儿子，他们不但不感谢，还讹诈我，现在还动手打人啊！好人难做啊！我的撒泼打滚一下子引来了很多路人，有好心者直接拨打了110，不久后警察就来到了现场。张高曹是吧？你刚才动手打人了？警察同志，我刚才是准备动手，但是我还没碰到他，他就倒下了。哎呀呀，我刚被他吓到了，现在心慌气短，头晕眼花。你再给我装！现在警察在场，有本事你别回家。张高曹，警察还在你旁边呢，你还这么嚣张？为了更好的保护你及周边人员的安全，请你去局里冷静几天吧。我啥事都没有，他居然要被请去局里。张高曹火爆的脾气一下就上来了，又想动手，结果直接被警察带走了。看着被带走的张高曹，刘翠花和她的婆婆对我恨得牙痒痒。我敢肯定这2人心里一定憋着什么坏。果然当天晚上8点，我的房门就被敲响了。哎呦喂，没天理了啊！欺负我们老弱妇孺啊！把我儿子送进去，把我孙子拉进医院，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啊！张老太，您孙子张庆偷我外卖在先，您儿子动手打我在后，警察依法处理，怎么成我逼你们了？就是你个黑心烂肺的东西，故意点那么辣的东西害人。我儿子打你，那是替天行道，你怎么没被打死呢？请您嘴巴放干净点，再这样我报警了。你报啊，你报啊！让警察再把我也抓走，让大家看看你是怎么把一个老太婆逼上绝路的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，这小子心肠歹毒，要灭我们张家满门啊！张奶奶，算了吧，消消气，这么闹多不好看。好看，我儿子孙子都进去了，还要什么好看？
你们是不是都收了这小子好处，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？哎呦，我的心脏病要犯了！在我面前耍赖，我可不惯着你。我立刻拨通了120，接着打电话给了警察。很快，警察和医护人员都赶到了现场。经过医护人员的一番检查，确定张老太是装的，这家伙心脏好着呢。我今天在医院见过你，起来吧，怎么回事？他刚才动手打我。物业已经把楼道监控录像给我们了，李先生一直和你保持着距离，而且人家在听到你说心脏有问题时，第一时间就拨打了120。警察骂人了，我不活了，让我死在这里算了。张奶奶，你儿子拘留是因为他涉嫌殴打他人，这是法律。你在这里扰乱公共秩序，我们可以依法对你进行传唤甚至拘留。一听到拘留2字，张老太有点被唬住了，撒泼声渐小，但依旧坐在地上嘟囔：你们就是偏帮他，我们家可怜啊！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，如果再有无理取闹的行为，我们将严肃处理，听明白了吗？张老太自知再闹下去，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就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2个半小时后，他又来到了我家门口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次又闹哪出啊？别逼我再报警啊！别，奶奶是来给你道歉的，之前的事情都是奶奶家里的人不对。这家伙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且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张奶奶，事情过去了，医药费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出于人道主义承担一部分。不用，是他们活该。庆庆嘴馋，他爸冲动，都受了教训了。我就是心里过意不去，想做顿饭给你赔个不是。邻里邻居的，总不能成了仇人。这就没必要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之人，既然你都道歉了，那这事就翻篇了。奶奶看你今晚也没点外卖，估计你没吃饭，特意炖了肉，你吃吧。吃了这饭，就相当于你接受了奶奶的道歉。说完，他将饭菜塞到我手里就转身走了。拿着饭菜回到家中的我有点犯嘀咕，我确实没吃晚饭，现在饿得不行的。要不要吃了？虽说他家跟我有矛盾，但也不至于到要下毒害我命的情况吧。犹豫了半天，我还是决定将这香喷喷的饭菜给他孙子送去。来到医院，张翠花一个人在照顾他的儿子，见我进来，立刻对我一顿输出。你个良心被吃了的东西，这么晚来还来看我们母子笑话是吧？孩子他爹都被拘留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阿姨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来给张庆送吃的。今天奶奶已经给我道歉了，她还做了饭给我吃呢，可好吃了。现在我们两家的误会已经解除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刘翠花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。她拨通了张老太的电话。妈，你今天给那个姓李的道歉了，还给他做了饭菜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他吃了吗？他说挺好吃的，现在他来医院看我和庆庆了，还带了不少吃的呢。吃了就好，没什么事情，妈就先不跟你说了。原来误会已经解除了，刚才真是不好意思，挺晚了，你还送吃的过来，麻烦你了。那个孩子他爸的事情，你看能不能出个谅解书？拘留还得好几天呢。这个好说，明早我亲自去警察局把叔叔接出来。这回叔叔估计都睡了。我这有奶奶亲手做的饭菜，她特意嘱咐我带给庆庆吃的，让她好好补补。你把东西给我，我来照顾庆庆就行了。刘翠花接过我手里的饭菜，看着她把饭菜一口一口的喂进张庆的嘴里，我心中萌生出一个决定：如果张庆吃完饭菜后没什么事情，这事就翻篇了。我和他家可结秦晋之好，反之我一定奉陪到底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姓李的几个小时后药效发作，有你难受的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李飞宇，你个黑心烂肺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把我孙子害惨了。张奶奶，早二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还装？昨天我好心给你送红烧肉赔罪，你是不是端进去又动了手脚，然后假惺惺的送给我家庆庆吃？那肉里有泻药，庆庆现在人都拉虚脱了，就是你下的药。您说菜里有泻药，您怎么那么肯定是泻药，而不是别的？而且您怎么就一口咬定是我下的？菜可是您亲手做的。就是你，菜是我做的，干干净净，肯定是你端进去的时候下的药。你恨我们家，你就报复。警察呢？我要报警抓他。巧了，我也正想报警。我拿出手机，直接拨通警察的电话。王警官，麻烦您再来一趟。对，还是张奶奶的事。她声称我昨天在她送的红烧肉里下了泻药，并且已经给她孙子造成了伤害。我要求彻底调查，还我清白。查，必须查，让你小子抵赖。不久后，王警官与一名警员赶到。怎么回事？又怎么了？王警官啊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这小子在菜里下药害我孙子，我孙子现在还在医院挂水呢。李飞宇，你怎么说？王警官，菜是张奶奶做好送来的，我确实接手过，出于缓和关系的考虑，转送给了还在恢复期的张庆，但我绝对没有动任何手脚。我怀疑这本身就是一个局。你胡说！小刘，去张庆家看看剩下的饭菜，还有仔细检查一下他们家有没有相关的东西。
警员小刘点头离去，张奶奶脸上开始露出不安。在结果出来之前，谁也别妄下结论。短暂的、充满张力的沉默后，警员小刘返回，手里拿着一个证物袋，里面装着一个撕开的小塑料包装袋。头儿在张奶奶家厨房的垃圾桶最底层找到了这个，上面标签显示是强效泻药，与剩余饭菜的初步检测结果吻合。张老太太，请你解释一下，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垃圾桶里？你说菜是干净的，那这个包装袋怎么解释？不是，这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经……您明明藏好了，是吗？您原本是想用这份加了料的菜来陷害我，让我吃了腹泻，可惜我没吃，反而让您的孙子误食了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您还想说什么？张老太最后的心理防线崩溃，瘫坐在地，老泪纵横，不再是表演，而是彻底的悔恨与绝望。我是鬼迷心窍啊！我想着让你也吃点苦头，我没想害庆庆啊，那是我的亲孙子啊，我的庆庆。张老太太，你涉嫌故意伤害未遂以及诬告陷害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请你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吧。看着被带走的张奶奶，我眼中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只有一丝复杂的疲惫。害人终害己，希望这次您能真正明白这个道理。2天半后，我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刘翠花却穿着一身性感的衣服，直接冲进了我家。你色胆包天，我都答应陪你一晚了，没想到你却把昨晚的事情录成视频，要挟我长期和你保持关系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还怎么活啊？原来如此，我说我刚从拘留所出来，老婆不但不理我，还穿着性感的衣服出门了，原来是被你威胁了。张大叔啊，你这是刑满释放了，又开始嚣张了。什么刑满释放，是拘留，不是坐牢。老公，别跟他废话，刚才我扑他身上的视频录下来了吗？完完整整，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。这次一定要他尝尝被拘留的，不要他尝尝坐牢的滋味。原来你们是故意陷害我，真是下三滥的手段。别管什么手段，能把你送进去就是好手段。我已经提前到你家踩过点了，确定你家没有监控，这次你插翅难逃。你竟然趁我不在家，非法进入我家，是又怎样？楼道的监控我已经给他断电了。我本来还担心你家会有监控，但是昨天的探查结果告诉我，你家啥都没有。现在我们手里可是有你非礼我的视频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接下来要不要按照我们说的做？什么我非礼你？是你自己往我身上蹭。就算是我往你身上蹭，视频里我可是被你威胁的。不要跟他说这么多了，满足我的要求，我就删掉录像。哦，什么要求？你先说来听听。第一，给我母亲写个谅解书，把我母亲接出来。第二，向我们家公开道歉。第三，赔偿我们50万。50万现在一时半会我拿不出来，你看这样行不？我先给你转3万，剩下了的我之后再慢慢想办法给你。转账吧，什么时候给够50万了？什么时候删除录像？我拿出手机给张高草转去了3万块。现在他敲诈勒索的事实已经成立，我也不再藏着，直接甩出了兜里的手机。实时录音，云端同步，你们要不要了解下？从刘翠花冲进来的那一刻，我就打开了录音。是你们报警，还是我报警？李飞宇，你个王八蛋，我打死你！故意伤人，罪加一等哦。我没有跟他们客气。最终，刘翠花和张高草因为敲诈勒索犯罪事实成立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我本以为这下事情总该结束了吧，但当我第2天再回到家时，却发现门上被人画满了涂鸦。幼稚，我是那种会被吓到的人吗？我没有管门上的涂鸦，这点小儿科是唬不住我的。躺在床上，这一晚我睡得特别的香。第2天我在门口小卖铺买东西时，老板特意压低了声音对我说：“飞宇啊，最近小心点。我听说那张晴已经好利索了，虽然没来找你麻烦，但常在小区里转悠，逢人就说你家，说你家风水不好，专克邻居，还说你家以前……谢谢老板，清者自清，谣言而已，随他说去吧。”几天后，我发现自己在小区业主群里开始被匿名攻击。大家注意一下，3栋那个经常半夜回来的外卖员，他家的纠纷大家听说过吧？一家子都被他送进去了。这种人心里能健康吗？跟他做邻居可得小心点。就是听说他特别记仇，一点小事就能算计人。之前偷他份外卖，他能把人搞进医院，这心肠啧啧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眉头微皱，但没有立即在群里反驳。开始了，想用舆论压垮我。张倩，你倒是学了点新东西。小李，你今天休息啊，最近群里有些风言风语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业委会是了解情况的，他们家那是咎由自取。谢谢陈大爷，我知道。不过看来有人不想让我安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需要业委会出面澄清一下吗？澄清可能效果不大，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心虚。让他演吧，戏台子搭得越高，摔下来才越疼。不过需要您和几位信得过的邻居帮我留意一下，下次如果再发生类似泼油漆、毒宠物的事，第一时间保护好现场，并且注意观察有没有人特别关心案发现场，或者刻意引导舆论。不久，更恶毒的事情发生了，小区里好几户人家的门上被泼了油漆，
甚至有一家的宠物狗被毒死。业主群里再次炸锅，矛头直指李飞宇。李飞宇，你给我出来！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家招你惹你了？你这种害人精，滚出我们小区！你们别瞎说，小李不是那样的人，他自己家都被泼油漆了。说不定他只是为了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行。我看监控里的身形就是他。大家冷静一下，监控视频那么模糊，看不清是谁的，没有证据，不能随便冤枉人。虽然李飞宇跟我们家有矛盾，但也许他只是一时想不开，大家给他个机会吧。我看着手机，张庆的表演让我眼神冷了下来。我没有理会群里的喧嚣，而是开始了我的反击计划。小王，你整天在小区里跑，帮我多注意一下张庆的动向。交代好兄弟之后，我又去找了管委会的陈大爷。陈大爷，是时候了，请您明天在群里发个通知，就说物业已经通过某个关键线索锁定了嫌疑人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暂时不公布，但已经联系警方，预计后天就会采取行动。另外，特别强调一下，警方非常重视这次针对宠物的投毒案，已经将受害宠物胃里的物证送去检测了。我明白了，虚张声势，敲山震虎。假消息在群里发布后，我和小王重点关注着张庆的动静。第二天傍晚，天色渐暗，快递员小王看到张庆提着一个黑色的、看起来很沉的塑料袋，鬼鬼祟祟地走向小区角落那个很少使用的垃圾集中点。宇哥，他动了，提着个黑袋子往西边那个旧垃圾站去了。我立刻通知了陈大爷和几人，提前赶到旧垃圾站附近隐蔽起来。他们看到张庆并没有把袋子扔进垃圾桶，而是钻到垃圾站后面，在一棵大树下开始挖坑，显然是想把东西埋起来。就在张庆刚把袋子埋好，准备离开时，我直接走了出来。张庆，这么晚了，在这儿埋什么宝贝呢？张庆被突然出现的我吓得魂飞魄散，却强作镇定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埋什么关你屁事？不关他的事，关我们全体业主的事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埋的东西就是证据。张庆闻言转身想跑，被两位邻居拦住。我走上前，轻而易举地扒开了那个刚埋好的浅坑，露出了里面的黑色塑料袋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双鞋底花纹与案发现场高度吻合的旧运动鞋，鞋边还沾着些许红油漆点，一件袖口沾有同样油漆的旧外套，几个空了的一烟警药板，以及几个没用过的注射器。现在关你的事了，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张庆看到这一幕，直接瘫软在地，绝望的嘶喊：“李飞宇，你混蛋！你又算计我！”在确凿的物证面前，张庆对自己编造谣言、蓄意破坏、投毒宠物并嫁祸我的行为供认不讳，他埋藏罪证的行为更是坐实了他的犯罪意图。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又一次严惩。陈大爷则在业主群里发布了正式说明，并高度赞扬了我。各位邻居，近期一系列破坏事件的真正作案者张庆已被抓获，证据确凿。李飞宇同志在此过程中沉着冷静，协助我们找到了关键证据，洗清了自己的不白之冤。我们应向小李道歉，并为小区有这样的好邻居感到庆幸。群里充满了道歉和赞誉之声。我看着手机，只是简单回复了一句：“真相大白就好。”希望大家以后能多一份信任，少一份猜疑。我放下手机，这一次笼罩在头顶的阴云终于彻底散去。我知道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